就这么死了？菜就多练，输不起就别玩。还记得不久前我就给工作室的剪辑师配备了一台 Pro Art 创意国度的工作主机吗？那时候也提到了我心心念念的 Pro Art PA32UC-SR， 而这一个心愿呢，似乎被华硕给看到了，于是他们准备了一台显示器发给我们使用。只不过款式并非我梦想的 PA328CSR， 而是这一款 PA348CGV， 是一款21:9超宽比例的显示器。虽然不是我梦想中最理想的那一款，但在我们用了1到2个星期后，确实还挺好用的。谢谢华硕爸爸。只是最近大家都迷上了《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那么我就挺好奇的，用21:9比例的屏幕来玩《黑神话：悟空》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这期节目就来和各位好好分享我的体验。首先来简单聊聊这1-2个星期使用这款 Pro Art PA348CGV 的使用体验，并且稍微给各位介绍一下21:9比例与常规16:9比例的显示器有什么样的不同。常规的16:9屏幕用来做影视创作显然还是比较局限一些的，而如果买2台显示器，对于桌面空间的占用又会比较大，因此选择21:9比例的显示器，最主要还是尽可能增加影视创作的显示空间，同时还能够很好的利用桌面的空间。另外，得力于优秀的显示面板以及出彩自带色彩校色和康码认证，这让我们在使用 Adobe Premiere Pro 进行后期剪辑的时候，显示器所显示的画面与色彩足够真实，确保制作好的视频在其他设备上播放时所展示的色彩表现非常接近。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大好体验之一。PA348CGV 也有多种预设的色彩空间转换，方便你切换不同场景下的显示状态，并且即便是不做影视创作，用来看电影的娱乐体验也会更加的突出一些。Pro PA348CGV 的分辨率为3440×1440虽说比起原生 4K 分辨率的3840×2160还是小了一点，但凭借着较大的34英寸面积，整体观感还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它的接口也算得上丰富，除了常规的2个 HDMI 2.0 和1个 DP 1.4。还配备一个支持90瓦供电的 USB-C 显示接口，搭配支持 PD 充电的笔记本电脑，还能够实现一线通连接，并且也支持 USB Hub 上行输入接口，额外提供了2个 USB-A 接口供使用。不仅如此 ，PA348CGV 还包括类似不闪屏技术，能提供舒适的观看体验，以及也包括了华硕自家的绿蓝光技术 ISK， 能够减缓有害蓝光对双眼的影响就算是长时间工作需要面对显示器，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而且还自带4种蓝光滤镜设置，可以通过快捷键轻松切换不同的蓝光滤镜。说了那么多有关 PA348CGV 的特点感觉还是和游戏体验沾不沾边啦就不晓得用它来玩黑神话悟空会是怎样的体验呢？OK，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一个 benchmark， 先来测试一下采用这一个 PA348CGV 的屏幕，也就是这个21:9比例的这个屏幕3440×1440的这一个比例呢，我们应该要调整成什么样的一个画质表现？开到影视级，然后 DLSS 的部分就开到一个质量就好了，看看一下整个的那一个情况是怎样，然后先把增生成给关闭，光追开启最高超高，那我们就来开始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平均帧跑在98帧，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吧。那这个帧率比我想象中的高不少。那我这边呢，就把 DLSS 呢进一步的把它切换成 TSR， 也就是直接不要进行超采。那再看一下，再把植被超高，全景光障超高，特效超高，毛发质量这些超高。这4个我把它下调一个档次。那看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比较理想一点点？好了，现在测试跑下来是平均84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正式以这样的一个设置呢，来看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那个最终的表现进入到实际游戏吧。
哦，我发现那个 benchmark 是骗人的，结果现在只有25折，这个完全是不能玩嘛。看来 DLSS 还是必须开的。哦，我没想到那么可怕。哦，现在有一个70多帧啊，还行。啊，这个感觉就好很多了。不得不说，这个画面啊，确实真的很棒啊！这什么鬼？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别打我！啊！就这么死了？菜就多练，输不起就别玩儿。我不得不说，21:9的整个视野感确实蛮舒服啊。哦，要打 BOSS 了吗？广智。哇！哇！死了！啊！啊，这游戏好难玩啊！啊！菜就多练。来吧。Yes！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继续被大头娃娃欺负。最后录到相机没电了，记忆卡也满了，看你还没打过大头娃娃。不得不说，21:9比例显示器一定程度上给了玩家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啊。至于会不会比起传统的16:9比例有更好的体验，这就取决于你所游玩的游戏类型和你自身的需求了。就以黑神话：悟空来说，我觉得21:9比例显示器所带来的体验确实是称不上绝对的惊艳和质变，但的确给了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它的优势存在的。而整体体验下来，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21:9比例显示器普遍看起来都不太大啊，就哪怕 PS348 CGB 已经是一款34寸的大显示器了，但严格来说，它不过是27寸向横扩展而已。实际的观感也会因为比例较宽的缘故，整体看上去就不会特别的大。加上这个比例的显示器，对于日常的操作习惯也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啊。非影视创作用户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总的来说，我觉得目前21:9比例的显示器，一定程度上确实给了稍微不同的体验。但如果要我推荐与否，我会觉得一般的游戏玩家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但对于有多媒体需求的用户，同时想要感受不一样的游戏体验，那么确实值得考虑去尝试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